我是 C 姐。那这次拜托我们设计的呢是一个有爱的3口之家，爸爸妈妈都是小学老师，男孩刚上小学，正是活泼好动的年纪。爸爸妈妈希望能在家里为他营造一个适宜的成长环境，所以我们这次设计的主题呢就是可爱的童趣风格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 进门的这个位置呢，被我们规划成了一个玄关区。其实原本的房子呢是没有玄关的，但是为了避免一进门就看到客厅的这个情况呢，我们就利用这样定制的鞋柜和实木条做了一个隔断。它的好处呢是既可以不影响玄关的采光，又可以起到一定的遮挡的作用。 因为屋主的鞋子并不会很多，所以在鞋柜的设计上呢，我们是做了一高一矮的这样的一个造型。在矮柜上面呢，是增加了这样一个定制的软垫，平时呢就可以作为一个穿鞋凳来使用。给大家演示一下，像我们回到家呢，好累啊，就可以坐在这个穿鞋凳上。 那在高柜这个位置呢，我们做了一个开放格。第一是很好看，第二呢就是可以放他的包包呀，还有一些随手的物品。在门后呢，我们就有安排了一个可爱造型的圆圆的这个挂钩，可以来放他的包包，还有随手脱下的衣物，还有一个全身镜，这样平时出门呢就可以照一下镜子，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玄关的功能。 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客厅。屋主呢，其实非常喜欢清新的北欧风，但是原本上一任屋主留下的装饰线条还有欧式的壁纸非常的老土，所以我们通通的拆除，换成了现在很清新的这种涂料。因为家里有小朋友，所以呢，在这个位置我们选择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牛造型的书报架，平时呢小朋友就可以坐在这里。 来阅读啊，包括也可以存放它的一些小玩具。那在沙发这一区呢，我们其实是规划了一个。 一字形的沙发，还有一个非常柔软和有造型的单人沙发椅。那在一字形的沙发的选择的上面呢，我们这个面料用的是非常亲肤、非常柔和的这种棉麻的材质，颜色呢也是非常清新可人的薄荷绿。包括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靠背啊，还有扶手的造型呢，都是非常圆润的，跟整体的风格非常的搭配。 那我们可以设想一下，家里因为有小朋友，平时小朋友呢坐在这个非常可爱的单人椅，盘腿坐上去，是不是觉得非常的可爱，非常的萌呢？那我们还在空间中呢放了一些非常可爱有趣的这样的萌宠，就比如说像这只小鹿了，是草泥马，明明是小鹿，你们觉得是小鹿还是草泥马？草泥马，在屏幕上告诉我吧。 另外呢，我们这边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圣诞鹿，它的可爱之处还在于它它是可以伸缩的耶。这里呢，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知识。其实整体软装强调的呢，就是单品与单品之间的搭配。我们首先确认一种风格，然后利用风格这个主线，把所有的元素都串联在一起。就好比我们如果要吃川菜，那花椒、辣椒还有豆瓣酱就必不可少。那么如果要吃东北菜呢，就一定要放葱姜蒜。但是如果你一定要在红油火锅里面放芝士，那这边呢就是我们的餐桌区，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之前曾经分享过用卡座代替餐椅的设计方式吧？那这次呢，我们仍然是使用了卡座这个功能。为什么要使用卡座呢？因为其实房子真的非常的小，而且餐桌这一区也非常的窄。如果我们使用常规的这个餐桌搭配4张椅子，总共需要至少260公分的宽度，就会非常影响通往餐桌还有次卧的动线。
那我们就为了节省空间呢，将靠墙这边换成了卡座，这样就可以至少减少30公分的宽度，而且足够容纳一家4口在这边用餐，还留出足够的过道的空间。而且卡座的下方呢，还可以继续的储物，可以尽可能的提高小户型的空间利用率。那为了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收纳空间呢，我们在上方还增加了一组吊柜，既可以存放它平时不常用的餐具啊，还有杂物。由于餐厅区的家具颜色层次比较多，但是又希望墙面能有颜色点缀，刷整面明亮颜色的乳胶漆呢会显得很乱，所以在吊柜和卡座的中间位置，我们使用了非常清新的水磨石造型的壁布，它看起来像真正的水磨石，但是不需要破坏墙体，性价比较高。另外，壁布相对于壁纸呢，质感要好很多，而且因为布不受尺寸的限制，所以不会有接缝。那在餐桌对面这面墙呢，我们就主要是增加了一些装饰的功能。其实餐厅主要呢是平时一家人经常聚集的一个空间，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灰色的黑板漆打造了一整面的黑板墙。平时啊，一家人都可以在这边写字、留言，还有画画，增添整体的一个氛围。这个门呢是通往次卧的一个门，原本是非常老旧的猪肝红色，如果保留在空间中，颜色会显得特别的突兀。但是如果把整个的门套和门全部拆除呢，工程量又非常的大，所以为了让空间的色彩更加的和谐，我们索性用黑板漆把它全部覆盖，增加整个黑板墙的一个面积，这样呢门上也可以画画了。那这个位置呢，其实是通往2个房间中间的立柱，它不适合再增加搁板，会显得非常的拥挤。那也不适合呢把这个黑板漆延伸过来，会显得过于的压抑。考虑到家里有小朋友呢，我们就在这边增加了一个益智的乐高积木墙，既可以锻炼小朋友的益智能力，又可以增加一家人互动的这个时间，可以在这边做一些趣味性的小游戏。那乐高墙呢，除了可以来拼积木，我们还发掘了一个新的功能，就是它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搁板，来放一些很轻的，比如说小朋友的画啊、小玩具啊，或者是它的一些小奖状啊，是不是超可爱？除此之外呢，它还可以当一个小挂钩来使用。其实，我们在风格设计上呢，其实一定不能忽略细节。比如说这个纸巾筒呢，就是我很想给大家推荐的。它是一个这种小马的造型，那么这个纸巾呢就可以刚好当做它的身体。当你一圈一圈用的时候，发现，哎，我家的小猫怎么越来越瘦了？我想要养肥它的时候呢，就是你要去换纸巾的时候。有的时候呢，如果你觉得这个小马，哎，好像站得太累了，它可以躺下哦，真的很贵。我会建议大家呢，能够在餐厅区，比如说像餐桌上摆放一些鲜花或者绿植，当它和餐厅这种暖黄的灯光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，会让人感觉特别的温馨，非常有家的氛围。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有花和没有花的区别。那接下来呢，就带大家来看一下主卧。其实主卧呢也延续了客厅一贯的这种非常清新的北欧风格，像衣柜呢，我们也是用这种白色和原木色来做这个搭配的设计。在跟我们沟通的时候呢，女业主一直强调希望能有一个独立的梳妆台，但是在放了一张床之后呢，其实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来放一个常规尺寸的梳妆台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利用定制的方式帮她做了一个只有50公分宽度的梳妆台。镜子呢，我们把它做在了这个盖子里面，就不用担心平时会照到人，会觉得有点害怕。那里面呢，它还有这种一格格的收纳格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化妆品啊、发饰啊分门别类的放在每一个小格子里。那这边呢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抽屉，可以来放一些杂物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梳妆台其实台面是非常小的。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小贴士，我们完全呢可以利用衣柜的这个空间，把梳妆台跟衣柜连接这个位置做成开放格。那像一些比较高的乳液呀、喷雾啊，就可以来放在这个位置。如果担心落灰呢，也可以买一些很好看的收纳盒，或者是这样的收纳小物，把东西放进去，又不会担心它很乱，又不用担心它落灰。那这次有一个小细节呢，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，也跟你们分享一下，就是我们这次主卧的这个衣柜的把手，
大家知道，像我们装这个全屋定制柜的时候，其实一般都会配标准的把手，但是这些把手呢，一般不管是造型啊，还有质量，都是相对比较普通的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考虑根据整体的风格重新挑选把手，增加的费用不会多很多，但是效果呢会很出彩。比如我们这次挑选的就是这种丝瓣花造型的一个把手，它是这种金属拉丝的工艺，看起来非常的有质感。而且它的这个丝瓣花的造型呢，跟我们想要表达的这种童趣风格非常的呼应，所以整体出来呢就非常的可爱。具体要怎么做呢？其实就是让师傅在现场把这个孔开好，然后自己装上去就好了。即使没有 Emma 的手，你也做得到哟。那我一直觉得呢，儿童房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空间设计，它有别于其他的卧室空间，无论是在颜色、设计元素，还是所需要实现的功能上呢，都有非常个性化的需求。就比如说我们这次的这个儿童房设计呢，就有很多有趣的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们先看这个床的部分。因为这是一个2室2厅的户型，那考虑到姥姥有的时候会来照顾小朋友，所以呢，在次卧做了一个高低床的设计，下方呢可以放下一个单人床，方便姥姥以后过来住。现在呢，暂时是小朋友活动的一个空间。那上方呢，我们挑选了一个1.2米的一个儿童床，这里提醒大家，最好选这种防护栏比较高的一个设计，这样可以增加它的安全系数。那在床的对面呢，我们刷了一整面的远山墙。那像这种天空蓝还有薄荷绿的颜色呢，马上就会让空间变得非常的清新起来。那现在这个位置呢，是这个次卧原本自带的一个内嵌的阳台。因为空间非常的有限，所以为了充分利用空间呢，我们决定把床以外所需要的所有的功能，包括儿童衣柜、书桌、书柜还有储物柜，通通安排在这里，让它变成一个超强大的多功能区。中间这个位置呢，是一个1.6米的书桌。2个人在这边办公写字也是没问题的。书桌的上方呢，延伸做了这样的开放格，可以来储存它的书籍。因为刚好这个阳台跟屋子呢中间是有一个横梁，那我们就沿着这个横梁平齐，又增加了一组这样的储物柜。这个储物柜呢，我们运用这样45度斜切的一个技术，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造型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小房子，看起来非常的童趣可爱。然后呢，在里面可以增加一个定制的软垫，平时小朋友呢就可以坐在这里看书和玩耍。那另外一边呢，就是衣柜。衣柜呢，我们也做了2扇门，一直顶天立地的一个设计。上面的格子可以用来存放棉被，下面的格子是足够充分的来容纳小朋友的衣服的。我带大家再来看看这个童趣满满的房子吧。Thinking that I'm onto something good. What a beautiful day. 我们 EC 设计团队不但有新的设计案例落地，那于精力有限，没办法全部像我们的拜托了 C 姐系列这样，可以将完整的装修方式呈现给大家。所以呢，我们全新推出了一个新的系列，叫做 EC 带你逛新家，以 Room Tour 的形式来带大家看新家哟，记得关注。